大家好，比特币，我感觉散户朋友们不要被主力给骗了。今天来聊聊比特币为什么牛市还在。中线我感觉比特币已经进入贪婪区，因为25K 的时候，当时随机 RSI 指标20，这个25K 做多，或者是50K 指标在20左右也是继续做多，包括75K 指标在20左右也是继续做多。那这一次跌到接近10万美金，反正我是继续在做多，当然也是要设好止损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再来聊一下简单比特币投资，不要去过于复杂，或者是就看这一个随机 RSI 指标。那我们看一下比特币，我们不要说这个15K 的底部，随机 RSI 指标在20，因为当时是从这个20K 左右，包括以太坊是从1000美金开始 all in 重仓进去抄底的，比特币是在2万美金。那我们看一下后面价格是下跌。但是我们看一下后面比特币价格上涨，你可以看一下高点的位置，这个指标在高位的时候你要反它下跌，跌到低点的位置对应的这个指标在20，或者是在上涨，再跌到这个低点的位置，指标也是在20下方，以及我们看一下后面价格再涨到高位的时候，对应的指标在高位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要去追，或者是价格再跌到低位 50K 左右，指标在20下方低位的时候。这种就是傻瓜的投资方法。那这一次高点下来也是跌了10%几，没有到20。但是我的观点，这一个随机 RSI 指标，我感觉它已经进入贪婪区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下方的这一个全球 M2 货币供应量，我们再参考一下这2天一直跟大家提到的，比特币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头肩底的结构，也就是2020年。后面突破的时候有一次压回，有可能非常像这一次头肩底的结构，或者是突破压回，再踩这个支撑。那我们看一下当时下方的这个 M2 货币供应量之前的形态，也就是2021年 69K 跌到这个15K 的底部，到后面重新返回到这个 69K 上方的整个区间。全球货币 M2 供应量，它是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箱体。那你可以看一下2018年比特币熊市跌到这个2019年，然后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它也是一个箱体？但是你去留意一下，当时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这边是不是已经大幅增长了一大段的时间？也就是下一步美联储要开始继续降息，那你觉得全球资金会不会泛滥？或者是现在的位置，比特币跌回到这个位置，是不是也是 M2 货币供应量已经大幅增长了一段时间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利用裸 K 的方法，就单单一招跟大家聊一下，比特币目前不是熊市啊，它的牛市还在，因为按以往的经验，像这种蜡烛大跌，第二根马上多头抵抗。熊市可不是这样子啊！熊市如果一根下跌的话，重要的支撑给它跌破，也就是前面的这个高点，重要的支撑给它跌破。它一般以往的经验，一根大跌，2根、3根、4根，熊市这种才是熊市啊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狗狗币也是洗到没有耐心啊，或者是你观察4个小时，狗狗币感觉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收敛三角的结构。那短期观察吧，这一个0.21。还是狗狗币非常重要的支撑，以及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它的支撑目前还是在这一个4350附近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